好，那我们再 submit。好，跑的速度时间是103毫秒，并不是最快的，但是相较于 editor 它的一个解答是300多毫秒，我们大概是它时间的1/3啊。好，各位好，我们来解LeetCode 的问题哈，第3629题，所谓的 minimum jumps to reach end via prime teleportation 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字样 teleportation， 而且这里就涉及到质数，它是被标示为 may 点中等难度的问题，但实际上来讲，它确实有相当难度啊，在这里面你可能需要用到一点数论的方法，还有一点图论的用法啊，才有办法把这问题把它解出来。那我们看一下题目，它这里给一个整数阵列叫做 numbers 啊，长度是 n。那基本上你就从 index 0开始，然后你的目标呢就是要去达到 index n 减1，好。然后对于任意一个 index i， 你可以执行下面的 operation 啊，总共有3种。第一种就是所谓的 adjacent step 啊，所以它可以跳到 i 加1或 i 减1啊。如果说这个 index 啊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 prime teleportation 啊，质数的传输啊。它这边的定义看清楚，如果 numbers 在 i 的值，它是一个质数的话，假设它是 p， 那你就能够马上跳到任意一个 index 啊，只要这个 j 不等于 i 啊，而且它满足一个条件，就是numbers 在 j 的值磨掉 p 是等于0，那基本上就是numbers 在 j 的值是 p 的倍数啊，原则上是这样。好，那请你返回你需要多少次 jumps 最少的一个次数能够达到这个 index n 减1。好，那我们很快的看例题。好，那我们这边看到它的第一题啊，第一题呢很简单，它就是1、2、4、6，基本上呢，它就是要达到6嘛。6的话，我们知道它实际上就是2乘以3嘛，它有没有质数的因数？当然有嘛，而且出现在这边，所以它这边呢可以2跳过来，然后从0的位置跟1的位置呢，原则上它是邻接的啊，所以这个 adjacent 的情况，所以总共就2步，所以答案是2。好，那我们再看第二题。我们发现啊，你可能往后走，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像这边的话，我们这个最后一个数字是9的话是3的平方，那所以它的质因数就只有一个，就是3有出现在这里。好，所以最后一步是3到9。在前一步呢，因为2跟3是邻接的，所以2、2、3，所以基本上就是0到1嘛，然后再到最后嘛。好，所以一样也是2步。好，那我们再看例题第3题。
例题第3题的话，我们这边看一下，好，我们一样是从后面往前看，啊，我们一样是从后面往前看。我们知道8它最后它是2的3次方，所以它的子因数只有一个，就是2有没有出现在里面？没有，所以你这边没有办法做任何的teleportation 啊，所以就一步一步走，所以就从头开始走，所以就从4、6、5、8总共走3步啊。如果你看它的 index 就是0、1、2、3，所以答案在这里是3。我们看一下它的 constraints 啊。假设 n 呢是 numbers 的长度，所以它最大可以到10的5次方，也就10万。numbers 在 i 的值呢，它是介于1到100万之间啊，10的6次方是100万嘛。所以这个解答啊，这个这样去解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光看它的这边的 constraint， 它其实你的方法如果不够好，可能就有可能会时间超过，或者是记忆体用太多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怎么解的。好，我们的解法基本上，当然你第一步是先用所谓的筛法啊。那我们这边用的筛法当然是最传统的Tennis 的筛法啊。这个也实作上也是比较简单。然后再来就是透过所谓 BFS 广度的搜寻啊。我们的做法当然是从 n 减1。然后反推回去到0啊，这是我们的大概的一个想法。那当中我们会用到位元的一个操作啊，所以这当然是会用到。好，那基本上呢，我们其实也试了几个方法，后来发现，我们实际上来讲不想用到 C++ 的所谓的 unordered map 用下去来讲是可以用，但是我们这边还是用阵列的方式。基于要采用阵列的方式，所以我们这边我们特别说明一下，我们的 MP 呢，这是一个容器，基本上它是一个2D 的一个容器啊。你要说它当然是算是一个 vector，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 PIDX， 它基本上代表的是这个 prime number P， 它在所有 prime number 的它的第几个啊，所以它的 index， 那我们是从0开始去数，比方说2的它的 prime index 啊，我们就设为0，从0开始3的话呢，当然就是1了，再来就是5，所以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5的话就是2，以此类推，再下一个是7的话就是3，然后再来我们就用所谓的广度搜寻BFX 的方式，我们倒过来从 n 减1开始，然后去企图要达到它的开始的那一点也就从0开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特别是因为你们 BFS 基本上你就是用到一个 Q 所以我们在 Q 在它的前端假设那个元素叫做 I 基于所代表的也是一个 index， 它有3个 case 你必须要去处理的。第一个就是I 减1当然我们这边的 I
要大于0的情况。另外一个是 i 加1，当然我们这里的 i 要是小于 n 减1的情形也就是说能够在它的界限范围里面。剩下的另外一个你就必须要考虑 numbers 在 i 的时，假设是 x， 它的这些的质因数，所以呢它的 prime vector。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全部都是在我们的 BFX 的这个 loop 里面，应该在内层里面去处理。好，那有关于筛法的话，我们这边其实谈的蛮多次了。基本上，我们看一下，我们在这边大概在这个解题的过程，我们大概是怎么使用的。好，原则上有几个常数，像这边的 M，capital M， 它是100万加1，capital N 是10万加1。然后我们这边设一个变数叫做 Sif， 它所用的资料结构是 bitset， 原则上这个比较好使用那也是最节省空间的。那针对我们的题目的解答方式，我们需要知道每一个 prime number 它的 index， 原则上在100万以下的所有数值我们都会，它如果不是质数的话，它的预设一开始都是设为-1我们这边是当然这边是采用应该算是 Canoosi 的它的一个语法这样的比较方便当然也可以在里面用 memory set 去处理也可以。另外我们会将所有的 primes 放在这样 vector 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然后我们的 SZ 代表就是我们能够找到多少个 prime。好，那我们的筛法其实在这边当然就一般的筛法，实际上在100万以内它的质数个数大概是78000多所以我们这边先 reserve space 大概是8万这边回圈我们基本上100万开根号的大于1000所以我们这边呢只有一个偶数的质数嘛，就是2嘛，只要 i 大，其他都是质数，所以在这边的话除了i 等于2的情况是加1以外，其他都是加2所以这边我们做这样一个处理。好，只要它没有被筛，我们就进行12行以后的事项，所以我们就把的 i 放在 primes 这个容器里面，同时我们也设定 i 这个质数它的 prime index 基本上就是 SZ然后 SZ 再加1，然后在内层回圈这边呢，从 J 从i 乘 i 一直到J 小于 M 每一次呢你都加 i， 基本原则上呢这边的话都是 i 的倍数。那这边如果是比 i 乘 i 小的 i 的倍数，其实已经被前面比较小的质数其实已经被筛掉过所以在这边的话内层可以这样写。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设定 C 在 J 的值设为1，代表就是说它这个数字被筛掉，它就不是质数而是合成数。后面大于1000的部分呢，我们也是这边加2嘛，我们也只考虑奇数部分只要它没有被筛掉，它一定是质数一样 SZ 要加1这边同时我们也将 i 它的 index 的prime index 的值给它，然后我们有将 i 放在 prime 这个容器里面 primes 这个容器里面
基本上这是我们一个筛法的一个步骤啊。其实这个已经用了很多次。好，比较详细的话，我们当然也有做类似的一个图表的一个说明或动画说明啊，那边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好，重点是你后面的部分。好，那我们知道整个算出来它的质数的个数就是这么多，78498个啊，小于100万以内的一个质数的个数。好，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因为我们是有用到MP， 我们其实来讲它是设为一个 vector， 应该是2D 的。好，那外层的话，我们就是用这边我们大概也是设为8万，好，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设定我们这样一个容器。好，所以这边是8万个，我们就看看这个有没有被用到。一开始我们这个所谓的 max p idx 设为-1。好，那我们只要在我们这个题目里面的 numbers 它在 i 的值，假设是 x，如果它没有被筛掉，就代表它确实是质数 prime。好，那我们既然它是质数的话，我们就找它的prime index 假设就是 idx， 然后我们当然就是将MP 的 idx 的这个容器呢，我们当中加入我们的 i，主要是我们要考虑它的 index。那这个代表就是说，我们这个容器，因为我们总共有8万个这样一个容器，它的 index 在idx 代表是设定 use 设定为1，代表用过。那之后我们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要将那个容器有用过的容器还是要把它清干净。好，那这里因为实际上来讲，它的质数可能用到也不会太多，所以我们这边是取它的最大。当然另外你可以用其他更优化的方式去做比方说你要取这个里面prime index 里面的有用到的最小也可以一起考虑或者也可以用其他的更进阶的用法。好，那我们来看到，所以这个是有关于 MP 的一个MP 容器的一个处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在主要的部分当然就是我们的 BFX 的部分。好，所以前面你当然是要去设一个容器，代表它那个所谓那个节点它已经是 visit。所以我们也是用bitset 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这个其实来讲它的计算速度不仅是快，而且占的记忆体也比较少。好，那我们这边设为 Q 是我们的处列，是我们的 Q。好，我们是从尾巴往前，所以我们 Q 里面我们加入的是 n-1， 然后 n-1 当然你在 visit 的地方你要设为1。好，那我们的距离我们用直接就是在的回圈里面的控制变数就是 d 是从0开始，要代表它的所行走的一个 distance。那只要是我们的 Q 非空，它就一直进行，然后它的变化量每次都是加1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在考虑它内层回圈之前，我们要先看目前我们的 Q 的一个 current 的那个 size，所以我们利用 QZ 代表，
所以我们透过一个while回圈，一个条件回圈只要 QZ 是大于0然后之后当然就变化量就减减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常用的一个用法。然后这里进入回圈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取 i 代表就是我们目前 Q 的最前端的元素当然在 C++ 来讲的话，你不要忘记 pop。好，我们如果到达我们的开始点，也就是我们的 start 是0我们其实我们就返回 D， 但是我们为了下一个 test case，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 reset 的动作待会我们再看实际的 code 的时候，我们再去讲。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取 numbers 在 i 的值，我们设为 x。好，那然后我们针对它的 adjacent 的 index， 我们当然做一些走访即原则上在 BFS 的一个标准做法，就是设它的 visit 为 true， 然后同时将它的值，这边当然指的是 index 的值将它 push 到这个 Q 里面所以这边当然是蛮一般的。好，再来就是我们会考虑到所谓的 prompt teleportation 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右边。好，在这边我们其实就用一个for回圈来写。那基本上我们知道它的 prime list 它的 size 我们叫做 SZ 所以要从0，它只要 J 是小于 SZ， 它当然不可能跑不太可能是跑到最后一个啦。那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条件，你这边设它跟 x 大于1做 and 的计算，这个其实是蛮关键的这其实是蛮关键的。好，然后再来就 J 加加，然后我们进入这边，然后 P 设为 prompt 在 J 的值，也就是说它是第 J 个 prompt第 J 个我们是从0开始数的。好，当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后面是会一直做除以质数嘛，所以除到后面，它其实它 x 本身呢，它也有可能就会变质数，所以只要这个 x 没被筛掉，它就是质数，所以我们这里 p 就设为 x。好，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其实它速度是蛮快的。好，如果呢 x 呢是 p 的倍数，换句话来讲这边的就是 s 磨去 p 是等于0，我们考虑下面这里面的一个情形。我们当然第一步当然是 p 它的 PIDX 也是它的 prime index 我们假设为叫做 IDX 只要它里面还有 p 的因数，我们就一直除那这边当然就透过 while loop 除到它没有 p 的因数为止。好，然后最后呢，我们因为这里的 IDX 我们原则上这边摆的当然就是它的那些值，也就是这边 IT 它的值呢其实是 P 是刚好是这个 P 的指数所以这边我们当然要再去检查，如果你的 IT 它是没被走访过的，那我们就设它是 visit同时我们将 IT 呢加到这个 Q 里面这也是蛮一般的一个做法。然后这边后面的部分当然就是这两行 use IDX 设为0，还有 MP 在 IDX 我们将它清空，这个是针对我们的下一次的一个使用。那像最后为 return 负1，这个是永远不会到这里的 never reach。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整个程式的一个架构。
好，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实作的一个情况。我们在看实作的情况之前呢，我们这边是把LeetCode 它的编辑的参考解答，我们直接把它做一个 submit 的动作哦。我们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成效，所以大概是344毫秒啊，这个大概是它的一个成效。我们大概记得这个数字就好。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的 code。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几个不同的做法，我们当然就这里就讲最后一个啊，这个是经过阵列优化的，当然还可以再进一步优化，但我们目前先做到这个地步就好。好，所以前面刚刚讲过，前面这边第一行到第5行这边都是一些全域变数。好，然后第6行一直到23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筛法 SIF 啊，这样一个函数，也包括算每一个质数它的 prime index 的值，啊，这个当然就会比较方便我们，特别是采用阵列的一个使用啊，不要用到太多的一个空间。好。重点就是我们这一个全域变数在24行，我们这里的 MP，它当然不需要用到8万个，但是8万个是我们做一个预估，这是一个2D 的，算是一个2D 的一个阵列，内层当然是 vector 外层我们就用阵列，好，然后我们这边27行到31行，我们定一个 reset 的一个函数，这个特别是针对因为我们那个 LeetCode 的 test case 很多那你必须要为下个 test case 做清空动作特别我们这边因为有用到全域变数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设定。当然这边的一个做法并不是最优化的但是基本上它应该是可行应该是可行。好，那我们进入我们主要的一个方法，所谓的 min jumps。好，所以一开始我们当然就进行筛法。那我们筛法这里实际上来讲，我们只处理一次只计算一次我们不是说每个 test case 都从头再计算一次并没有所以这里了解一下。好，这边在这里设 n 然后这边 used 就是我们当然这边呢用 big set 的方式这个部分刚刚我们前面有讲过所以你先对这个所有 n 个这个元素我们都做一个处理，只要它是质数的话，我们都把它做 MP 在 IDX 的一个设定。好，这个我们刚刚也讲过。再来就是我们的广度搜寻所谓的 BFX 的部分所以刚刚也讲过，这边也是透过多层的回圈然后这边从60-70行到应该是到82行来讲这边是对整个的有质数的部分，特别所谓的 prime teleportation 的一个处理原则上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就让它执行一次。然后我们这边有若干个 test case 因为我们做这个其实当中也是碰到一些错误所以也捞到一些大小不同的一些 test case。好，那我们再 submit。好，跑的速度时间是103毫秒，并不是最快的，但是相较于 editor 它的一个解答是300
多毫秒，我们大概是它时间的1/3啊。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